在数天以前，外界意外发现位于极圈内的普列谢茨克导弹发射基地出现了严重的爆炸痕迹。多家媒体根据卫星图像推测，俄罗斯所谓的国之重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似乎试射失败，导弹很可能在发射井内发生爆炸。结合此前媒体报道，萨尔马特在过去2年中已经经历了至少2次试射失败。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未掌握任何消息，这属于军方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外界推测，萨尔马特此次试射失败，很可能是从发射井发射之后又掉回了发射井内，或者是点火之后还没出井就发生了爆炸。爆炸的威力直接波及整座发射井，包括基地地表。萨尔马特试射不是没有失败过，在井内爆炸也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爆炸的背后所暴露的问题非常大。在萨尔马特接连失败之后，俄罗斯第5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又该何去何从？2009年，俄罗斯为了替代老旧的撒旦洲际弹道导弹，并在2010年正式提出研制 R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2011年，俄罗斯马克耶夫设计局赢得该合同，根据计划，2011年7月正式立项，2015年完成研制，2018年装备部队。俄罗斯将为新型洲际导弹拨款770亿卢布。启动了新一代导弹的研制工作。虽说撒旦导弹在性能上表现良好，是一种强大的洲际导弹，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北约之间的关系，使得撒旦导弹已经无法为俄罗斯提供所需的强大核威慑能力。另外，撒旦导弹并非俄罗斯独自研制，是在苏联各盟国的合作下完成的。这又意味着俄罗斯难以复制相同的型号，只能选择开发一种全新的导弹来取代撒旦。在经过马克耶夫国家导弹中心等俄罗斯重工单位长达8年的研发，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终于在2018年正式列装俄军。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萨尔马特弹道导弹总长35.3米，直径达到3米。在设计时可能采用了一体两用的方案，针对欧洲和美国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计方案，2种设计都采用了分导式核弹头，可以携带10个重型或16个中型核弹头。在针对欧洲时，导弹射程9000公里，起飞重量100至120吨；针对美国时，导弹射程16000公里，起飞重量150至210吨。采用新型惯性制导、星光制导以及卫星制导等复合制导方式。为了提高导弹的突防能力，萨尔马特采用了多种先进突防技术，包括弹体使用了隐身材料与涂料技术，并配备了40枚以上的诱饵弹，以此来增加敌方反导系统探测、追踪以及识别真假目标的难度。同时，萨尔马特既可以搭载传统核弹头，也可以搭载具备变轨机动能力的先锋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来达到更好的突防能力。这款弹头已经进行了多次实验，并在2016年10月首次试射成功，在距离地面100公里的高空实现15马赫的飞行速度。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拥有3项先进技术，其一是轨道轰炸技术。一般来说，洲际导弹在发射之后很快就进入外层空间，然后再入大气层。这种弹道就像抛射石头的轨迹一样，很容易被反导系统预测。只需要在洲际导弹的弹道路径上建立梯次反导防御系统，就是实现拦截。但轨道轰炸技术采用的是卫星轨道，不同于抛物线弹道，在突防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其二就是萨尔马特的助推段比较短，要知道导弹的助推段越长，被拦截的概率也就越高。得益于4腔封闭式高沸点燃料液体火箭发动机，萨尔马特的速度更快，使得助推段更短。最后一个就是高超音速打击单元，也就是先锋战斗部。除此之外，俄罗斯还为萨尔马特装备了主动防御系统，增强导弹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生存性，并保证导弹拥有2次反击的能力。在这些相关技术的加持下，使得萨尔马特拥有取代撒旦导弹的能力，成为被俄军寄予厚望的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在导弹发射时，先用火药蓄压器将导弹弹射到固定发射井上方20至30米的高度，然后导弹再自行点火起飞。与目前主流导弹不同的是，萨尔马特并未采用各国常用的固体燃料，而是选择了液体燃料，采用进入式设计和极简热分离技术的液态燃料火箭发动机。
相较于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在储存与灌注上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优势非常明显，其单位重量推进器产生的推力更大，射程更远，投掷重量更大。其中第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型号为 PDU-99， 该发动机是此前撒旦洲际弹道导弹上装备的 RD-274 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改进型。然而，就是这样一款护国重器，被俄罗斯寄予厚望的新一代洲际导弹却接连试射失败。针对此次试射失败，英国智库表示，导弹发射井周边地区的破坏表明，导弹在点火之后就失败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级助推器要么没能正确点燃，要么遭受了灾难性的机械故障，从而导致萨尔马特落入发射井中发生了爆炸。当然，一次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萨尔马特技术处于危险之中，但在此之前，萨尔马特还有3次失败记录。只有2022年4月那次发射比较成功。虽说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并不罕见，近些年各国发射洲际导弹都有失败记录。去年11月，美国按照管理进行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抽检试射，但在导弹刚发射后不久，1级主动段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使得导弹偏离了预定飞行轨迹。为了防止导弹落入其他地区，美军不得不让这枚导弹在太平洋上空自毁。今年2月份，英国皇家海军先锋号战略核潜艇试射3x2D50，按照原定计划，导弹应该飞行数千公里，落入巴西与非洲之间的太平洋海域，但导弹刚发射就发生了意外。导弹第一级推进器没有按照计划点燃，导致这枚重达58吨的导弹掉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数十年前开始服役的洲际导弹，而后者则是英国从美国采购的，并且8年没有发射的潜射洲际导弹，在整体失败率上远远没有萨尔马特的失败率高。事实上，被俄罗斯寄予厚望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从立项到研发列装，其中出现的问题太多了。在这个世界上，但凡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其军事实力都是拔尖的那部分。凭借着苏联留下的底子，俄罗斯继承了庞大的武器库，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萨尔马特的再次失败，让外界认为俄罗斯航天工业存在内部问题，尤其是对国际技术的严重依赖。根据数据统计，俄罗斯的导弹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技术，萨尔马特的研发初衷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依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暴露了俄罗斯在导弹设计与制造的多种软肋，这种依赖让俄罗斯在国际局势变化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当前俄罗斯战略打击力量的构成中的部分陆基战略导弹就严重依赖国际技术，其中撒旦洲际弹道导弹是由乌克兰设计和制造的，白杨洲际弹道导弹的制导系统更是来自哈尔科夫。这种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不仅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面临着潜在风险，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国际地位的稳定。而在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研发过程中，俄罗斯试图摆脱这种依赖，逐步将生产体系转移到本土，但目前来看，这个过程非常不顺利。反观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在这个项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说液态燃料。在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率先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使用的就是液态燃料。这种燃料的技术比较简单，但是燃料本身并不稳定，在储存时容易挥发，不仅对人体有害，在导弹发射时的危险也很大，使得这些采用液体燃料的导弹只有在发射前才会注入燃料，从导弹发射指令下达到导弹发射出去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战略洲际导弹长时间战略值班，命令一到就直接发射的需要。美国就是看到了液体燃料的问题，所以率先发展更稳定、安全且易存储的固体燃料。在经过10几年不计成本的投入，并经过数十次失败之后，终于完成了固体燃料的研究。而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在液体燃料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深耕于液体燃料的苏联，在导弹整体性能方面远超美国，但随着美军的不断发展，固体燃料所展现出的优势也越来越大。苏联当然也认识到了液态燃料的上限，转而开始发展固体燃料，但还没在这个领域赶上美国就解体了。等到了俄罗斯时期，一方面继续追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利用苏联留存的技术，建造相对简单且能快速形成战斗力的新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萨尔马特的诞生。俄罗斯不想用固体燃料吗？肯定不是的。当今世界上主流的洲际导弹基本上都是使用固体燃料的。现在这个局面只能说
说苏联遗留的人才、工业体系已经被俄罗斯丢得差不多了。而且在此次试射之后，俄罗斯还需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普列谢茨克基地到勘察加半岛的最理想发射路线中断，修复或者新建发射基地的开支同样是一笔数字庞大的支出。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提高陆基战略导弹的生存能力，许多国家将自己的导弹转移到地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导弹发射井。可别小看这些发射井，这些设施不仅可以用来保养、维护以及发射导弹，还能再遭遇核武袭击时保证设施内部导弹的安全。在20世纪60年代，美军为大力神2式洲际弹道导弹建造的发射井造价高达820万美元，而大力神2式导弹的造价也才220万美元。这个单价折合到现在，相当于一个发射井至少需要4亿美元的投入，这还只是部分支出。按照俄罗斯当前的情况，这笔钱估计很难出。萨尔马特后面就是想再进行试射来解决问题，在短期内也没有合适的场地，拖延正式列装俄军是免不了的。你们觉得萨尔马特还存在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